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二透露，拜登将在访日期间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美国商务部正牵头就印太经济框架进行谈判，重点放在供应链弹性、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税收和反腐败等领域。美国政府还努力将数字问题纳入谈判议题，例如数据本地化和跨境数据流动。印太经济框架是拜登在去年10月的东亚峰会上提出的构想，希望以此填补美国在特朗普时期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后让出的空间。外交官杂志报道，尽管拜登去年就提出印太经济框架的概念，但其一直是个空架子，区内盟友也不信任这个框架真的能带来益处，而拜登此行正是希望为这个框架加上血肉。印太经济框架和所谓印太战略如出一辙，都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处处针对中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称，这一新型经济框架包括协调出口管制，以限制向中国出口敏感产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则公开宣称，印太经济框架是独立于中国的安排。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日前在接受日媒采访时，更是脱口而出，印太经济框架拒绝中国加入。美国要推出这个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它的主要目的，我想还是为了这个排挤中国。那么它的这个目的呢，我觉得很难达到，其实，因为这个亚太区域中的这个经济合作机制其实已经很完善了。为了显示对美国的支持，日韩对印太经济框架给予积极回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在下周一举行的美日领导人会谈上，表明日本有意参加印太经济框架。而韩国总统办公室周三表示，尹锡悦下周二将以视频连线形式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宣告印太经济框架成立的峰会。韩联社称，韩国总统尹锡悦很可能在周六的美韩领导人会谈上向拜登表明积极支持与加入的意愿。不过，日韩媒体担心印太经济框架的实际效果和造成的负面影响。日本共同社称，印太经济框架并不讨论下调关税，对期待扩大对美出口的亚洲各国而言，难以看到好处。以该框架为跳板，力争使美国回归 TPP 的日本将面临艰难抉择。韩联社评论报道称，印太经济框架具有将中国挤出全球供应链的反华联盟性质，因此，韩国今后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将成为尹锡悦面临的一大课题。而韩国国家安全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周三就在记者会上表示，由美国主导，韩国已决定加入的印太经济框架不排斥中国。韩中正在就自贸协定的后续谈判进行协调沟通。分析认为，这一明显与美方高官表态不一致的说法，显示韩方在印太经济框架与对华经贸合作上的矛盾心态。因为中国在全球的这个产业链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第一大制造大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日韩实际上是离不开中国的这种经贸关系的，也离不开中国这个市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尽管如果日本、韩国加入这个印太经济结构，会对它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呢，我估计，并不会达到像美国设想的那样大的程度。周四，对于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在亚洲之行期间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以及韩日表示加入，中方作出回应。中方一贯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框架都不应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认为，围绕亚太地区经济秩序的主导权争夺正激烈展开。中国已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同时，中日韩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也已生效。而所谓印太经济框架，并未涉及亚洲各国要求的市场开放，要构建抗衡中国的经济圈，仍面临很高的门槛。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作为接受美国要求的高水平规则的交换，能获得的经济利益却有限。实际上，拜登政府计划以行政措施，而非需要国会批准的传统贸易协定的形式推行印太经济框架。意味着拜登政府无法向参与国提供任何包括增加市场准入、修改法律等在内的其他让步。路透社的消息称，东盟的大多数成员国并不会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初始成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不少东盟国家担心美国在框架中的索取远多于付出，更质疑框架是为实现美国自身利益的政治操弄，而不是真心实意的经济合作倡议。一个是中国在这个地区的经济的影响力，中国的这个
在产业链中的这个位置，以及中国市场的这个潜力的巨大，因此呢，这些国家不会完全跟着美国来和中国对着干，或者说和中国脱钩，我想是不大可能，因为这样做并不利于他们的国家的利益。因此呢，我想他们会权衡利弊，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倡议，可能是会采取一种敷衍了事的态度吧。实际上，美国国内对于印太经济框架前景也并不看好。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批评新框架缺乏实质内容。美国学者泽奈勒·加西亚在外交学者网站上发表文章指出，把亚太地区重新界定为印太地区的做法，因为在逻辑上自相矛盾的政策而受到削弱。所谓印太战略，没有考虑到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缺乏真正的贸易政策。